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最近炼金被加强了一点叠层数，和上版本相比是容易了不少。炼金强力的核心呢，就在于炼金装备特别的强，所以叠到500层基本上是可以吃鸡的。新版本的改动就在于，开局有炼金的话，叠到500层更容易一点。我实测下来是，只要开局有炼金，中期叠到5炼金左右，连败个12把，基本上就可以开出500层。只要成功开出500层以上啊，后期的炼金95基本上无敌，2星6费都可以说是不在话下。所以但是重点啊是不能硬玩炼金，炼金收益大，风险也大，要够胡才可以玩。所以最近我就玩了一把很标准的炼金对局，本期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把能玩炼金的模板。那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实战吧。这把开局就爆了3炼金，那就来试一下新版本炼金的强度。选第一个海克斯呢，哨兵目前也强势，但是我想奔着炼金去玩，所以先刷掉。然后肯定不选征战之路、战争财宝这种需要我们赢的。最后就只有灵魂连接这个战力海克斯可以用，因为血越少给棋子的治疗效果越高，那就和我们玩炼金连败的逻辑比较符合。前2个回合呢，上3个炼金就行，装备不用给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连败嘛。2-3自动升级，没想到就嫖了一个人妮，直接4炼金了。看来发牌员是硬要我们玩炼金啊，虽然没有炼金转，但是早早的开出4个炼金，叠的肯定也很快。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观察外面的战力，连败比入的少更重要。看了一圈回来，发现只要我们正常上4个炼金，不给装备，最弱的也打不过，所以不用把我们的比如说后排放到前排这种操作。那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一起连败，也算是这把比较舒服的一个点。2-3这波就是遇到了血量最低的人，他有战力羁绊，比我们厉害一点点，但是只被入了1个就特别精致。2-5这会儿呢，史密奇可以合2星，但是不合了吧？因为看了外面最弱的人，他棋子都是1星的，我们不合的话，可以保证能输给他，合了就会有风险。像这么糊的局，我比较想要能稳稳的把握住，所以不能浪。打的是血量倒数第2的人，他还没有质量，我们换了一个怪，我觉得只要能换怪就已经很赚了啊。第2个海克斯呢，装备还是不考虑，炼金不需要装备。然后因为是银色海克斯，没有炼金转的可能性，所以就不带着期待去刷了。巨型泰坦算是很好，小小英雄加20的血可以让我们多输1到2波，这样我们叠500层以上炼金的机会就更大了。选完海克斯呢，正常升到6级，增加希尔科来的概率，随便上个人就好，还是要继续连败，争取500层以上的。到3-5回合呢，我们已经8连败了，但是这里还是只有4炼金，没有希尔科，所以我就想提前升7级抽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有希尔科开个5炼金。4炼金一波叠45层，5炼金一波叠55层，早点5炼金的话就可以叠得快一点。可惜是没抽到，不过倒是抽到了点之后，炼金阵容里可以上的4费卡，像蜘蛛可以和人妮组格斗，蒙多可以和希尔科组统领。这会看对手他也挺弱的，都是1星的牌，但是还好他有一个好装备的安倍萨。安倍萨刚被增强过，还挺能当 C 位的，而且我故意没有升星练纳塔、史密奇和哨兵，也是为了防止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断掉连败，所以我们保证了整体的输出是很低的。当安倍萨的血吸起来，就把我们美美的杀完了。4-1呢，来了好消息，嫖到了一张希尔科，5炼金还是开出来了。这里的5炼金其实很关键，因为我们正好390层嘛，距离500层的话，4炼金要输3波，5炼金的话就只用输2波。然后把装备先合一合，为后面变阵来节约时间。像狂徒、法爆、银血、红 buff 这些都是通用的好装备，合了是肯定没问题的。而且合了装备还可以打的时候剑姬形式给一给，争取被入的少一点，起到一个保血的作用。最后一个海克斯其实还是不太想选装备类的，因为已经有炼金装备了，我会担心它溢出，但是我成 C 位了，这个太平庸了。相比之下蓝盾还能用，因为它是一个辅助装嘛，不用给 C 位带，所以也不太会溢出装备。
然后现在我们400层肯定不收，因为至少叠500层才能有完美装备。4-2嘛，我们考虑要不要升8级来抽，现在再输一波就500层了，为了输可以不抽，但是8级抽的话有概率抽到赛维卡，开出6连金的话我就有叠600层的机会，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，反正抽不到也就损失几块钱而已，下波反正还是要启动的嘛。结果是没抽到，稳一点的话装备就先不给了，先稳稳有个500层再说。那到这里呢，经历了12连败，4-3成功500层，血量已经不再支持我输2把了，所以就直接收了。奖励是完美装备和2个炼金中等装备加上2星希尔科，是足够帮我们锁血的。收了之后就要抽卡开始北伐，这个阶段的2星希尔科带满装备其实就有锁血的能力了。阵容的话，收赛之后一般上3个炼金就行，最好是塞维卡、希尔科和仁妮。那现在没有塞维卡呢，就用史密奇来代替，因为他们都是战士位。炼金装备里面有2个战士用的，特别是有个完美的猎肉者超级厉害，先给史密奇用一下，等后续再给塞维卡。还有一个炼金版的青龙刀给希尔科，希尔科现在主 C 配合2星的前排可以帮我们锁血。4-5呢，还是要再抽一抽的，抽到一个可以稳赢的战力就可以攒钱上9了。2星的蒙多还不错，前排更扎实了，那列娜塔就不要了，因为开3炼金就够，上杰斯还能够开双行，还能当个后排还不错，因为在站位上看我们现在挺缺后排的。然后艾克可以开伏击也可以上一下，因为带着完美装备的史密奇是伏击嘛。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史密奇的装备，特别是完美猎肉者，45攻60的暴击，还有夜刃和复活甲和吸血，我就这么说吧，一件装备等于杀人剑加夜刃加复活甲，所以这就是炼金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完美装备太强了。给到一个小小的2星史密奇就可以在这个阶段疯狂输出不死，然后帮助我们上9级。4-6选变异，斩杀给希尔科的话，我觉得提升有限，也就相当于希尔科提升10%到20%的输出，绝不浪费更好。虽然它被削弱成回70%的蓝，但是也很适合希尔科这种蓝条长需要频率的人。加的输出我毛估的话肯定是超过20%的，可能有30%以上，而且我们带了杰斯，有一个柱子，相当于单位多，和绝不浪费也算是一个配合。然后这里位2星了，可以留一下，之后和塞维卡组出一个搏击手。这波遇到的人呢，在赌新的赌狗梦魇，装备都变成了羊刀，前排太脆了，前排太脆导致羊刀也叠不起来，还挺弱的。5-3就是升9前的最后一波啦，遇到了一家有2张6费卡的人，说实话我还挺担心的。他的阵容是外交官，所以是全队的羁绊，对6费卡也有帮助，并且他还有光明装备。还好希尔科配合绝不浪费在我们的阵容里够强，加上有第一个吸血的海克斯，希尔科活到最后猛猛放技能收割了所有人，最后输出打到了17000。到5-5呢，一直在存钱，终于够升9了，能升就升了。我们血量低，尽量不要输，保一波容错。然后9级其实有很多的提升点，可以上塞维卡，还有其他的5费卡。这波单上个杰斯就算是一个小提升。其实多个人给希尔科的绝不浪费能多作用一次就挺好的，多余的战士装给魏带一下。然后魏的羁绊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它很适合放在95阵容里，因为执法官可以和5费的女警开，搏击手可以和塞维卡开，本身也有小的增强。6-1呢，继续抽抽看，补齐炼金的95阵容，塞维卡来了就可以果断换掉史密奇，像2星的塞维卡带完美装备就是我们阵容之后最强势的点。选装备方面，因为仁妮3星了还差一件装备，那就给仁妮找一件，正好没有减物理抗性的装备，像我们阵容后续的物理 C 位会越来越多，塞维卡、女警、杰斯位，所以搞一个薄幕吧。
这波对上一家外交官，又有梅尔又有维克托，还都是满装备，相当于2个2星4费的输出了。但是输出还是不太能打动我们，主要是我们质量还可以，配上蓝盾双抗也还可以，它没有减抗型的装备。不过我觉得6费卡配外交是个很好的搭配，因为外交是全队的加成码，可以给6费卡再来点提升。6-5呢，塞维卡2星啦，这是最重要的提升。2星塞维卡带完美装备，我觉得可以比得上2星6费的实力，也就是接近3星4费不带装备的强度。可以看到塞维卡这波被大头狂轰滥炸，也活到了最后。最后决赛啦，先选一个装备，因为杰斯2星并且开了双擎，后排杰斯的输出也挺高的，仅次于希尔科，所以给杰斯来一个输出装。打的是黑莓统领，它也有蓝盾，配上统领的护盾还挺肉的。不过我们有减抗性，不怎么怕。不过有点担心，就把塞维卡换个稍微安全一点的位置，防止被塞恩控到，或者被对面的输出第一时间打到。那这里呢，他的塞恩也有点小心思，想早一点控我们，但是控不到核心人，并且整体实力也差太多了。塞维卡可以在他的后排游来游去。那顶级炼金95侥幸获胜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，欢迎一键3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